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一个在外国人眼里是旅游天堂、微笑国度的地方，但在泰国年轻人眼里却是经济压力、政治动荡、前途暗淡的一个现实写照。最近呢，泰国政坛也发生了大事啊，他信家族全面退位。那么前总理他信被判入狱啊，他的女儿佩通坦啊被宪法法院罢免了这个总理职务。那么新的执政党，也就是泰自豪党开始掌权，那么党魁阿鲁廷占微弱成为了新总理。那么与此同时呢，玩叔看到泰国邮报上刊载了一个调查显示有 56% 的泰国 Z 时代的年轻人认为未来经济会更糟。这让人不禁联想，泰国会不会走向尼泊尔那样的动荡局面？接下来玩叔就从个人的体会几个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数据背后的一个危机根据泰国邮报刊载的这个电通集团在这个2025年的5月份，它的一个叫亚太消费者导航的一个调查。那么这样调查呢，由电通集团在5月7号到17号利用这个Toner 在线的研究小组，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同时展开，每个国家样本大概是700名18岁以上的这个受访者。我觉得调查是比较可信的，并且呢和玩叔的这个平时了解相匹配那么泰国是亚太地区最悲观的国家。其中有 71%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在陷入困境，有 56% 的受访者，尤其是 Z 时代，他们预计未来半年到1年会更糟。那么其中呢 55% 的泰国人认为直接认为国家已陷入衰退。那么超过了澳大利亚的 46% 的认为，印度尼西亚的 39% 和中国的 19% 那么更现实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只有 4% 的泰国人能够负担起过去1个月的全部开支。注意那么在这个4个受访国家里面，在亚洲这块这是最低的。相比之下呢，中国呢是 75%， 澳大利亚和印尼呢分别是 51%。那么这些数字平平白白的数字后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泰国的普通家庭，特别是年轻人，日子已经到了钱不够花的一个地步，对吧？所以看数字要看背后的逻辑和背后的现实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Z 时代的无奈与挣扎。所谓的 Z 时代也就是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完全是数字原住民那么上个世代就是千禧就是80年到95年出生的他是互联网的一代，是吧？而这个 Z 时代一出生就是移动手机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是 Z 时代。但是在经济上面，他们的处境却是最艰难的。比方说在曼谷，一个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只有15000到18000泰铢这折合大概是600到750美元。可是，一间单身公寓就需要8000到1万泰铢，再加上交通饮食几乎你就没有任何剩余了。那么，很多这个外省来的年轻人，即使你考上了这个泰国的名校，毕业后也很难在曼谷立足，因为他们缺乏这个人脉和关系只能回老家，像清迈去拿这个低薪。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泰国的家庭的文化呢，要求年轻人呢还要贴补下父母，是吧？尽下孝道，甚至还要帮衬一下这个兄弟姐妹于是呢，那些大学生本来就紧张的工资被进一步的分割了，这就让泰国的年轻人陷入一个什么自己养不过自己，还要养全家的一个困局。这就是泰国 Z 时代的真实的一个处境，一边要承担生活的高成本，一边要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所以对 Z 时代未来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看一下目前 Z 时代的消费方式的一些改变就在这样的压力下，那么泰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比方说外出吃饭要减少，更多人在家里做饭，
哪怕食材更便宜，营养不均衡，对吧？哎，这个健身房的会员，那你只有取消，那改成到公园你自己跑步了，对不对？你买东西要更加的精打细算，要追求折扣和优惠，对吧？所以像中国的这个是拼多多啊，这也进入到泰国了，是吧？调查显示，有60%的泰国人说自己在管理支出上感到了困难，其中有11%的人甚至表示连基本开支都难以负担。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啊！当然，这个跟全球经济下行也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意味着泰国年轻人不仅钱不够花，而且在削减生活品质来应对目前这个困境。我们再来看一看泰国年轻人的悲观与乐观的交错的一个矛盾心态以及带来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啊，这项调查显示呢，虽然泰国的 Z 时代是最悲观的一代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对未来也是最乐观的一代。为什么这调查这结论完全相反呢？对吧？这大家就大家多想为什么，就可能会了解了。因为他们相信互联网，相信副业，相信数字经济。有人靠电商，有人靠做自媒体，有人拍短视频啊，可能发点小财。甚至有人计划已经是出国到日本、韩国或者新加坡去打工啊，甚至到中国去打工。哎，很多年轻人这么想，开拓视野嘛。他们知道传统的就业市场没什么希望，因为泰国是个农业大国，对吧？于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去突围、去突破。但问题是，这种途径往往收入也不稳定，因为现在全球经济下行，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加拿大有这个问题，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眼下是最悲观，但对未来期望很好啊，这个很好，人要乐观嘛，是吧？但是一旦生活反复的摔打他们，那他可能就会反弹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类似尼泊尔的爆发力啊，不能忽视。这种期望越高，可能失落越高的这个事儿，这个不是好事儿。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这个泰国政坛的巨变的影响啊。前总理他信啊被最高法院判入狱1年啊，他的女儿那个佩通坦呢，因为涉及这个敏感通话，跟这个泰国这个是吧前总理洪森是吧被罢免了这个总理职务。要知道啊，佩通坦和他信家族啊，他们原本呢希望通过经济政策来振兴泰国，比方说推动了1万株的数字钱包，专门发给年轻人，他们知道年轻人现在生活很艰难。推动了赌场娱乐综合体，想把这个搞成一个泰国的一个产业，是吧？并且呢，还刺激房地产和旅游业。所以他信家族呢，都有华人的背景，所以他在赚钱方面多少有一手。这些政策呢，让大家呢看到一点希望。但是随着他信家族的这个下台，那么政策可能就陷入一个停摆。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就泰自豪党迅速的就填补了这个权力真空啊，他们和这个人民党来配合啊，所以当选了这个新的这个总理。那么大家就问这个阿鲁廷到底什么背景呢？阿鲁廷他是一个知名建筑家族的一个富商啊，家庭也是出生于这个建筑世家，早年在政府呢担任过这个副部长。他最出名的标签就是泰国大麻合法化的一个推动者啊，推动了泰国的大麻合法化。媒体甚至称他是泰国的这个大麻之王啊。那这个人搞经济有没有一套呢？我们还拭目以看啊。但是他的上台呢，就标志着这个保守派与地方的利益重新回到了一个权力中心啊。但是人民党呢，在里面呢也起到了作用。但人民党大家知道是代表年轻人的，所以泰国这样政坛变化，未来可能向年轻人方面要考虑一下了。我们再来看看泰国这个土地啊、房地产的政策的一个限制啊。除了政治变动之外呢，泰国经济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土地政策，就是外国人不能直接的买地建别墅啊。泰国人的民粹主义比较重，就生怕外国人占便宜。这个原来呢，他信的这个佩通坦呢，准备将这个州令期从30年延长到90年
啊，就租啊，可以租啊，相当于90天吧，相当于一辈子了。但是也有70%的民众反对啊。最近也到曼谷游行的也很多啊。那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就泰国的房地产它缺乏吸引外资的动力了，并且在短期内呢，它是保护了本国利益，但从长期看呢，它会限制经济的活力和就业机会啊。当然，王叔可以理解，泰国人嘛，你保护自己，因为外国资本进来之后，这慢慢就是地啊、土地都拿走之后呢，他们赚钱了，泰国人就可能通过土地赚不到钱。那么就来了下面一个问题，泰国会不会走向尼泊尔的道路啊？王叔毕竟在泰国养老嘛，是吧？这里面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啊。尼泊尔的现状大家想必都知道了吧？这个政府开始吧，把什么脸书啊、推特啊、这个油管的开始封杀啊，不让大家看，是吧？开始不蒙蔽眼睛啊，不让你说，不让你看，所以造成年轻人是吧，大这个反弹力是吧？开始杀或者抓捕这个政府官员是吧？所以尼泊尔让年轻人这种被迫的暴力革命是吧？暴力起来，这个政局动荡，我们中老年人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是吧？希望那个政坛平和点，是吧？那么在泰国呢，政治上也是比较分裂的啊，政局呢有不稳定性。那么年轻人对未来悲观，那么纷纷也考虑出走，并且它的泰国经济结构单一啊，外汇依赖旅游和低附加值产业。那么这次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啊，泰国到底能不能受益，我们也在拭目以看。如果泰国的政局继续动荡，年轻人失望得不到缓解，那么未来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就像人民党在前几年搞了一次一样，这也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对吧？我们已经见识过泰国这个人民党的厉害了吧，是吧？所以王叔总结一下啊，就泰国今天的局势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叠加的结果。那么他信家族的退位呢，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阿鲁廷和太子好党的上台，代表了另一个势力的回归，甚至人民党势力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而年轻人，尤其是 Z 时代的，正在财务压力和未来不确定性中在徘徊，在乐观与这悲观的矛盾心态之中也在徘徊。所以泰国也有点像压力锅啊，大家看未来的泰国政府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出路。泰国真的有可能走向尼泊尔的老路吗？就像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年轻人出走，这不排除是一个可悲的选项啊。所以王叔看到这一点呢，跟大家就及时分享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这个 Z 时代的这种悲观和乐观的心态，未来会不会对泰国的政局产生更大的动荡？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和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的，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